大家好，我是海岩。2014年4月16日，韩国的一艘轮船倾覆，船上大多数都是高中学生。这些学生本来是可以逃生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被强制留在了船上。船长和船员偷偷逃走，留下几百名学生在船上等死。救援人员呢，早也就是赶到了现场。海警不光不去救人，而且也不让其他的民用渔船去救人，整个救援过程让人气愤，最终导致了304人遇难。韩国仁川鞍山市有一所公立学校叫潭元高中。2014年，潭元高中的325名学生将举行一个为期4天的休学旅行。他们计划从仁川出发，坐船前往济州岛。他们坐的这艘船名字叫世越号。这艘船呢，过去是货船，后来被改造成了客货两用，拉客的同时，船上还有大量的货物。船后面增加了2层乘客空间，又扩大了货舱，吨位增加了200多吨，满载人数为960人。世越号是韩国当时最大的货轮，船长叫李俊熙，实际上他是代理船长。为什么是代理船长？之前的船长到哪里去了？后面呢我们会解释清楚。2014年4月15日傍晚，潭元高中的学生们呢来到了仁川港，他们原计划乘坐奥哈马纳号，但海面上突然升起了浓雾，能见度不到1公里。航管中心发出了警告，当时港口停靠了10艘船都被紧急叫停了。晚上8点半，浓雾开始慢慢散去，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奥哈马纳号没有出海的意思，学生们都非常焦急地等待着。而这时，只有一艘船打算不顾浓雾天气，准备出海前往济州岛。这艘船就是世越号。因为世越号上面装满了货物，由于浓雾天气已经比原计划晚了2个小时，所以世越号急需赶往济州岛。于是呢，世越号再次申请出港。在航管中心重新评估了天气状况之后，解除了世越号的限制。学生们于是改坐世越号出港，前往济州岛。世越号呢，也是当天晚上唯一一艘出港的船只。学生们拉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排着队，高高兴兴地登上了世越号。学生们被安排在了第4层，老师和船员们一起住在第5层。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乘坐这样的货轮，非常的兴奋，有说有笑。他们在船上吃饭、聊天、玩游戏。晚上10点，他们还在甲板上观看了一场盛大的烟火秀。但他们不知道，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第二天，也就是2014年4月16日早上8点半，学生们陆续的起床，开始吃早饭。世越号行驶到了一个叫孟古水道的海域。这个海域里面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水中暗潮汹涌，还有很多的礁石，非常的危险。时间来到了早上8点48分，船上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甲板上成堆的货物被甩入了水中，没有掉到海里的货物也都滑向了船的左侧。由于船体的重心偏移左侧，船体整个的倾斜了30度，而船舱内的人和物也都全部抛向了左侧的墙壁，很多人被撞得血流或者是受伤。有一名学生叫崔德夏，当时在走廊上被摔到了左侧船舱上之后，发现船体倾斜。在事故发生4分钟之后，8点52分，他用手机拨打了119。刚开始接线员以为崔德夏是船员，让他准确地说出出事船只所在的经纬度，后来才知道他只是一名学生，是船上的一名乘客。崔德夏也是第一个向外发出求救信号的人。老师和其他学生也都非常的害怕，都想知道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些孩子呢就想往外面跑。就在这个时候，船上的广播开始响起了。广播是世越号大副蒋元直发送的广播，广播里循环的播放着一段话：请乘客们不要乱动，原地等待，随意走动会造成危险，所以请各位留在原地。这段广播一直循环播放。按正常人的思维，既然船的工作人员让留在原地，作为乘客肯定会听从安排。于是学生们就很听话，就不再乱跑了。老师们也都安抚学生，让学生们聚在一起，待在房间里。8点55分，在崔德夏同学向外界发出求救3分钟之后，大副蒋元直才向济州航管中心发出求救信号，请对方派遣救援。
事件发生19分之后，也就是9点07分，离世越号最近的真岛航管中心接到了大副蒋元直的求救信号。真岛航管中心要求蒋元直赶快让乘客们穿上救生衣，所有人到船的甲板上等待救援。而蒋元直这个人并没有听从这个航管中心的要求，没有组织乘客到甲板上。老师和同学们还在货舱里听着广播里一遍又一遍重复播放，所有人留在原地，不要轻举妄动，而且还特意的提到了潭源高中，让潭源高中的老师和学生们不要乱动，待在原地。时间到了9点13分，这时船体倾斜度已经达到了50度，船舱内的气氛非常的沉闷。在老师的协助下，学生们纷纷穿上了救生衣。学生们已经无法直立，大家几乎都是坐在墙壁上，学生们非常的恐慌。9点18分，事故发生半个小时之后，第一艘前来营救的轮船来到了，叫杜拉王牌号。它离事发地点最近，它是一艘民用轮船，当时在附近作业，接到航管中心的求救信号之后，火速赶来营救。结果到达现场，发现现场非常的诡异，甲板上一个人都没有。于是这艘船上的人就向航管中心汇报说，怎么甲板上一个人都没有呢？到底什么情况？于是航管中心的人再次和世越号的大副蒋元直联系，说你怎么不组织乘客到甲板上呢？赶快让人们到甲板上。这时蒋元直说谎了，他说广播设备坏了，还说乘客数量太多，担心一起出来会更加的危险。航管中心多次向他保证说没有危险，让他赶紧组织疏散人群到甲板上。但蒋元直和船员们还是没有通知乘客撤离到甲板，依然在广播里循环着播放，要求乘客留在原地，不要轻举妄动。10几分钟之后，航管中心再次联系世越号的代理船长李俊熙，要求他尽快的疏散乘客，但李俊熙没有答复，只是不断的重复着船只的状况。这时呢，广播里还在重复播放着留在原地，不要轻举妄动。上午9点32分，已经是事发1个小时了。世越号的周围陆陆续续的来了20多艘的救援的船只，其中很多是官方的救援船只。天空中也飞来了救援的直升飞机。学生们通过窗户看到了外面那么多的救援船只，也听到了直升飞机螺旋桨的声音。学生们都看到了希望，觉得这下肯定是能得救了。但是奇怪的是，直升飞机只在天上盘旋，周围的船也只是在周围没有试图靠近，也没有进入世越号进行救人。而学生们在船舱里不敢出去，救援现场非常的奇怪。现场的救援队甚至军队都到了现场，大概有10几个部门都在现场，没有人进行统一的调度安排。但是因为怕承担责任，他们都等待着上级的命令。这些救援队围着世越号远远的观望，眼睁睁的看着世越号的慢慢的倾斜，没有人前去救援。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指挥营救，乘客很有可能都会被获救。但可惜的是，营救队伍都没有采取行动。世越号学生们看了来了那么多船，没有人来营救，心里就发慌了。但广播中还是要求待在原地，于是孩子们还是留在原地。기울어졌어. 야, 너도 살려줘. 그렇게 자리에서 움직이지 마시고 안전으로 자꾸 대기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진짜 침새는. 时间到了9点35分，事态急转直下。随着船体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海水冲破了第3层甲板，不断的倒灌入了走廊和船舱，船体倾斜的速度加快，倾斜的角度已经达到了62度。有2位老师不幸被海水给冲走了，走廊上哭声此起彼伏，学生们的情绪崩溃，赶紧躲避海水，一直没有看到救援人员前来营救，有些人就开始尝试向外逃跑，场面非常的混乱。而这个时候，广播中还在重复播放着让乘客待在原地。9点37分，世越号的代理船长李俊熙最后一次给航管中心报告了船体的倾斜状况。随后，世越号再也没有向外发出过信息。有3名海警开着橡皮艇努力地靠近世越号。9点48分，他们救下了第一批人，而他们根本就不是乘客，他们是包括船长李俊熙在内的8名船员。当时船长李俊熙只穿着大裤头和睡衣，被救援队救了下来。而这时，大部分学生依然遵循着广播的要求，待在原地。
只有几个不听话的学生通过努力的尝试，最终逃到了甲板上，全部被救援队给救了下来。前面说了，船长李俊熙带着船员第一批获救，把所有的乘客留在船上等死。但是呢，有一个船员叫朴智英他没有离开。他认为在船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先让乘客先撤离，船员应该最后撤离。等船长那帮人跑了之后呢，他开始组织大家穿救生衣。这时呢，船的倾斜的非常的厉害了，里面的人几乎是站在墙壁上了。朴智英觉得不能再等了，于是他在走廊大喊：“不要再等了，马上先出去！”乘客们呢，这时候就非常的犹豫，因为广播里还在播放着让待在原地，所以大部分乘客还是待在了原地。但还是有一部分胆子大一些的乘客学生听到朴智英的喊话之后，开始挣扎着往外面逃，最终逃到了外面。到了10点04分的时候，来了一艘渔政船，船长叫朴生基，他也是收到了航管中心的救援消息之后赶来营救。他10点04分赶到现场之后，此时呢，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了76分钟。朴生基看到现场情况之后，非常的诧异。世越号马上就要翻船了，上方呢有2架直升机盘旋，周围有20多艘的救援的船只，没有一艘进行救援。世越号的船尾正有刚才说的那一批胆子大的乘客在那里等待营救。朴生基没有多想，他冒着生命危险驾驶着船只靠近进行营救，成功的救下了28名学生。这是第一批获救的潭源高中的学生。由于朴生基的船是民政船，船上亮着警示灯，20多艘的民用渔船一看，以为政府的官方开始救人了。马上呢，这些民用渔船也开始营救。在接下来的15分钟之内，这些民用渔船陆陆续续的救下了120人。上午10点15分，世越号已经侧翻超过了90度，马上就要底儿朝上彻底翻了。2分钟后，世越号基本上已经翻倒，只有右侧的船舷还在海面上。有10多名学生趴在船的右侧栏杆上，之后被朴生基赶到救了下来。这10多名学生抓住了最后的生存机会。这时世越号的角度已经达到了100度，海水已经淹没了船舱的舷窗了。剩下的学生再想出来已经晚了，因为海水倒灌、水压的原因，门已经开不了了。学生们拼命地拍打着窗户，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有一名学生用最后的时间给他的姐姐发出了最后的留言，他说：“姐姐，我爱你，对不起，一直对你不好，帮我告诉妈妈，我爱你。”还有一名学生给他的妈妈说：“我爱你，我去找爸爸了。”还有一名男孩给妈妈发信息说：“妈妈，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爱你。”这些是这些孩子留在世上的最后的信息，事后被公布在了网上。上午10点18分，韩国的海警封锁了世越号的周围，不让任何营救的船只靠近，理由是世越号已经倾覆，正在慢慢下沉，周围的船只有被吸入的危险。事发92分钟之后，世越号完全倾覆。倾覆后的58分钟之后，11点18分，世越号几乎完全没入了水中。事发后，很多学生的家长赶来，被韩国政府安排到了一个体育馆。韩国一个叫中央灾难安全部门向韩国政府发出了一个错误的报告。报告里说，世越号里面所有乘客都已经被救出了，没有人员伤亡。结果所有的电视台媒体都开始报道没有伤亡，误报长达49分钟。家长们呢，以为孩子们都已经得救了，很多打算赶去救援的队伍也都停了下来。但很快家长就发现不对劲儿，他们一直没法联系上孩子，反而接到孩子们的遗言短信。已经获救的学生的家属透露消息，说很多学生没有被救出来，已经沉入了大海。家长们都愤怒了，舆论急转恶化。中央安全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说是政府协调可能出现了问题，目前对那边的情况并不是太了解。之所以说所有人都获救了，是为了安抚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哈。有些家长就不干了，当时就有人上台要打这个官员。上午10点，世越号上的乘客在奋力逃生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槿惠就已经接到了事故报告，然后朴槿惠就失踪了7个小时。有人说这7个小时他去做头发了，还有人说他去打美容针了。到底这7个小时他在哪，在干什么，没有人知道。
直到傍晚5点15分，总统朴槿惠才再次出面。当他听说救援不顺利的时候，他说：“我听说学生们都穿了救生衣，怎么那么难找吗？”可以看出，他对于世越号的救援情况是一无所知。到了晚上6点，世越号只有一部分还在水面上，韩国政府开始水下救援。更让人无语的是，政府只派了4名潜水员，下水后只用了10分钟就上来了，没有救出任何人。而韩国政府厚颜无耻地向外宣称投入了118名海警和42名海军。政府的接二连三的说谎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学生家长不再相信政府，很多家长离开体育馆来到海边，打算自己找船到现场看看救援的情况。우리만 따뜻하면 뭐하냐고요. 애들이 추운데 우리만 따뜻하면 뭐하냐고. 민간인들은 들어간대. 근데 경찰은 못 들어간대. 민간인은 들어간대. 민간인 잠수부들은 들어가는데 경찰은 못 들어간대. 같이 가셨던 분이 분명히 그랬어요. 자기는 이 정도면은 자기네들은 무조건 들어간다는 거예요. 아까 낮에도 자기네들이 유리창이라도 깨가지고 한 사람이라도 구하려고 그랬더니 경찰이 못 깨겠다는 거예요. 그거를. 그 부분에 대해서 좀 밝혀주세요 좀. 선생님 지금 어디까지 갔다 왔어요? 그 사고 현장 배 바로 옆에까지 갔다 왔어요. 바로 옆에 예. 이쪽 해경배를 타고요. 예. 아니요 저희가 따로 이렇게 배를 빌려가지고 어선을 타고 갔다 왔어요. 지금. 현장은 좀 어떤 그림입니까? 지금 모습입니까? 현장은 아무것도 하는 게 없어요. 어른들 다 먹고 있는 사이에 애들 얼마나 무섭겠어요. 이거 어디서. 제발 좀 알려주세요. 아이고. 在现场，学生家长看到海警后哀求海警赶快救援，但海警只是开着船在水面来来回回的巡视，并没有潜水员下海救人。 사람이 살아있다고요! 이러라고 이 새끼야! 사람이 살아있다고! 각독이 왔대! 빨리 구해줘! 좀! 家长们又找到了负责指挥的那艘轮船，但那艘轮船上的官员根本就不让家长们靠近，对家长们的苦口哀求视而不见。 힘든 건 알지만 좀 해줄 건 좀 해야 되는 거 아니에요 이거 지금 아무도 안 하고 있으면 어떡해요 의자가 있어요. 오빠 미쳤어. 오빠. 이 새끼야 나도 한번 그거 지켜봐 한 사람이라도 살려주세요. 안심하게 가서 부치는 좀 하라고. 빨리. 海警不光不救援，而且整晚对现场进行了管制。民间救援队想下潜救人，也被海警给阻拦，不让靠近。而且有一名官员还在体育馆里宣称已经派遣了500多名潜水员下水营救，并且要往世越号船底去打空气。家长打电话联系现场的那些家长，在海边现场的家长说，一个潜水员都没有看到。当时这名官员哑口无言，相当的尴尬，只能找个借口离开了。 这名官员走了没多久，韩国总统朴槿惠来了。既然总统都来了，那就跟总统好好说说啊，尽快派人下海救人。这时，和总统朴槿惠一起来的海洋警察厅厅长接过了话筒，他说：“请相信政府，已经有500多名潜水员正在下水救援。” 말씀하신 대로 저희는 어떤 여건에서도 이제 인력을 하면 잠수사 500여 명을 지금 투입을 하고 있습니다. 现场的家长一听，都恨得牙痒痒啊！刚骂走一个大忽悠，又来了一个二忽悠，现场一片混乱。家长再也不相信政府说的话，纷纷来到了事发的海边，绝望地看着大海。就这样，事发后的2天，韩国政府一直忽悠群众，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潜水营救，直到事发的第3天，4月19日，救援工作才算正式展开。 说是救援工作，还不如说是捞尸体。这一天，官方和民间的潜水员在水下捞上来了49具遗体，一直到11月11日，救援才全部结束。救援总共进行了7个多月，但也只能找到大部分的遗体。世越号上的476名人员，只有172名获救，其余的304人全部遇难，大部分都是潭元高中的学生。
在被救的172人当中，官方海警部门消极救援，只救了8名海员，之后就撤退了，剩下的全部都是民间救援队救下来的。世越号上本身就有44艘小型救援艇，预计能够同时救援2100人，而世越号上当时的人数只有476人，是完全足够使用的，但实际上只使用了2艘，自救的救援艇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船长李俊熙贪生怕死，让乘客们待在原地，自己穿着睡衣和船员逃走了。当时周围有20多条的救援船只，如果李俊熙能够积极组织乘客到甲板上，很有可能这些学生和乘客会全部获救。还有韩国政府部门从头到尾、从上到下一系列的奇葩操作，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可以说，这次悲剧完全是人祸所造成的。这次事件是韩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海上灾难。对于海难发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官方说法，货物超载、船只改造和操作不当。世越号最大载重是987吨，而事发当天，船只上装了182辆汽车、3辆大型重载卡车等等，总共装载了2143吨的货物，超出了最大载重的1倍还要多，属于严重超载。此外，为了能够装载更多的货物，船员违反规定，从船底抽出了大量的压舱水，压舱水储存在船底，作用呢是增加船的重量，调整船的重心，确保船体的平衡。按标准，压舱水需要1703吨，而当天世越号只携带了761吨的压舱水。另外，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乘客，世越号的3、4、5层客舱经过扩充，使整个船体的重心向上偏移了51公分。以上的这些原因使船只更容易失去平衡。在孟古水道暗流汹涌，知道船只已经严重超载的大副和二副都在睡觉。三副朴韩杰并不知道船只已经严重超载，他将自动驾驶改成了手动驾驶，不断的提速，想尽快的驶出这个水域。突然转向，导致世越号机械故障，失去动力，再加上严重超载，很多货物并没有固定，最终船只倾覆。第二种说法是纪录片《那天大海里》，猜测是人为故意抛锚。根据世越号出发前留下的影像资料，出发前两侧的船锚是黑色的，事故发生之后打捞出来的世越号左侧的船锚掉了漆，并且氧化发红，所以猜测左侧船锚被人为放入水中，让整个船体急转，船上的货物由于惯性的原因也移动到了左侧，船只最终倾覆。但世越号船体调查委员会表示，打捞出来的世越号左右的船锚都属于正常收紧的固定状态，而且左侧的船锚已经被工作人员切割取走了。在纪录片里，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世越号出事的时候，航行轨迹是一个诡异的 J 字形的线路，而经过一些人的分析呢，这个线路是完全不符合物理学的。而且非常巧合的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世越号的定位信息，所以纪录片中猜测是船员故意放下左侧的船锚，最终导致了世越号的倾覆。如果是船员人为抛锚导致悲剧发生，再加上船长故意将乘客留在船上等死，还有政府从头到尾的消极救援，海警救下了船长李俊熙等8名船员之后就没有再去救援，所以呢，就有一种民间的猜测，那就是活人献祭。韩国的总统朴槿惠在接到事故报告之后消失了7个小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韩国民间传言，这次事故和勇士教的头目崔泰敏有关。崔泰敏是总统朴槿惠的好闺蜜崔顺实的父亲。崔泰敏在1994年去世。崔泰敏去世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他将在20年之后重生，而世越号正好是崔泰敏去世后的第20年。崔泰敏的忌日和世越号沉船的日期按阴历算的话，也仅仅相差了几天。所以呢，有人就认为世越号死去的300多人是崔顺实利用朴槿惠让父亲崔泰敏重生所筹划的祭品。有人猜测总统朴槿惠消失的7个小时是和闺蜜崔顺实见面一起做法事。另外，世越号属于海清镇海运集团，
集团社长俞炳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创立的宗教组织，公司里很多人也都是他的教徒。世越号这个名字就是他给起的，寓意超脱尘世。世越号原来的船长叫申上秋，之前呢就是因为世越号严重超载和改造的隐患，曾多次向公司报告，结果反而被公司给停职了。公司临时调任李俊熙作为世越号的代理船长。以上这些使韩国民间认为这是社长俞炳炎的阴谋。事发后，俞炳炎因为挪用公款等罪名被通缉。世越号事件发生2个月之后，韩国警方公布说在一个田地里找到了俞炳炎的尸体，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死因不明。根据牙齿和 DNA 检测证明是俞炳炎本人，但奇怪的是当时是夏天，尸体上穿的却是棉服。再加上之前政府的那些迷之操作，韩国民众认为真正的俞炳炎并没有死。韩国民众很多人就相信世越号事件呢是一场献祭的说法。在这次事件当中，遇难的多数都是潭元高中的学生。此事件中被救的潭元高中副校长在世越号彻底沉没后，也就是事发的第3天，在附近的小山上自缢身亡。他的遗书中说，作为旅行的负责人，他为大批学生依旧生死不明而感到愧疚。2015年11月，韩国大法院开庭终审，船长李俊熙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大副蒋元直被判了12年，其他船员及相关人员被判了1年6个月至12年不等。2016年1月，事发2年后，潭元高中为学生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课桌上摆满了鲜花和照片，纪念着那些在花一样的年纪就逝去的年轻生命。